欢迎回到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前面的内容里呢，我们基本上已经把中国劳动人民的真实困境给拆解的差不多了。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回答那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西方从来不打这张人权牌呢？来，让我们进内容。我们说到西方的人权外交，为什么西方的人权外交明明手里有一张全球最有数据支撑、最容易获得共鸣、影响最多的人的牌，而且还就这么明明白白、大大咧咧的放在这里，这几十年来他们却从来没有认真的打过？没错，就是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问题。这个问题可不是一句利益冲突就能糊弄过去的。我们分成4层来拆，它的动机系统一层比一层深。第一个是很多人以为西方从来没有从劳动权益角度施压过中国，其实并不是他打过，打了呢还不止一次，但每一次都迅速归于沉寂。1990年代，耐克的血汗工厂丑闻，耐克在中国、印尼、越南的代工厂被媒体曝光，童工、长工时、毒化学品，惩罚性体罚，大学生抗议，校园抵制耐克。结果呢，耐克发了个声明，搞了一个供应商行为准则，找了个第三方审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2010年，富士康的13连跳，苹果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结果是呢，工厂装了防跳楼网，工人加了点工资，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大家可能以为呢这就是旧闻了，但在2025年9月，我们上一期节目里面说过China Labor Watch 发布了最新调查报告，富士康的郑州工厂几十万派遣工，每周60到75小时，学生工时薪只有12块。苹果的回应一字不差，我们坚定致力于最高的标准。15年了，话术一样，现实也一样。再往近了看2021年美国通过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名字里是有劳动但真正的用意是什么？还是用劳动议题做包装，打的呢还是新疆民主民权牌。法案的核心从来不是改善新疆工人的待遇，而是彻底切断新疆的相关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到了2025年，情况就更有意思了。特朗普的第2任期大幅降级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项，他几乎终止了所有支持中国人权的对外援助资金。Human Rights Watch 2026年的报告标题就直接提问：人权能否在特朗普时代存活？但与此同时，欧盟却在2025年12月通过强迫劳动法规，禁止进出口与强迫劳动相关的商品。美国在后退，欧盟在前进，但双方的切入点依然是强迫劳动，也就是新疆叙事，而不是普通劳动者的日常权益。所以大家看这些尝试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它要么是出于商业危机的公关，它要么呢是出于地缘政治的目的，从来没有一次是把中国劳动者权益作为一个独立的、严肃的、长期的人权议题来推。所以说不是西方没有声音，是这个声音从来形不成政治势能。而在第2层面，西方的左派已经丢失了劳工的这个议题。在历史里谁最该关心中国的劳工权益按理说呢，应该是西方的左派，工人阶级、工会、社会民主党这些力量过去在100多年里最核心的议题就是劳动权益。按照这个传统，当中国工人在996的时候，西方左派应该第一个站出来声援，因为这是同一个故事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榨取。但我们看看今天西方左派关心的是什么？种族议题、性别议题、性少数议题、移民议题、气候议题。这些议题呢，我们也不能否认它的重要性，但工人加班太多、工资太低、被资本剥削，这些最经典的左派议题里面在今天的西方左派话语里已经几乎全部消失了。因为西方的左派已经从阶级左派转型成了身份左派。阶级左派可以跨国团结，美国的工人和中国的工人是同一阶级，我们都被同样的全球资本剥削。这种话语是有威胁性的，它直接挑战了全球资本的运作逻辑。而身份左派呢，只在国内动员了，他们只关心美国黑人、美国女性、美国的 LGBTQ， 但中国深圳的女工已经不在他们的身份政治版图里了。而且更微妙的是，身份政治是资本最能容忍的政治。公司当然可以做彩虹营销，发那些反种族主义的声明，然后呢搞一些多元化招聘，这些呢都不会影响利润率。但如果工人开始组织工会要求涨工资，星巴克会立刻反工会，亚马逊呢也会打压工人组织，特斯拉还会公开嘲讽 UAW。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局面西方的左派看似越来越激进，但实际上呢却越来越无害于全球的资本秩序，而真正能威胁这个秩序的劳工议题彻底没有了主人。左派的失声，右派自然当然不会管啦，自由市场嘛，工人你不满意你可以换工作你中国老板剥削中国的事情与我何干？整个西方政治光谱里
找不到一个有政治势能的力量，他会愿意把中国的劳动权益当成一件正经事来推的。然后呢，我们就来到第三层，人权框架本身啊，这一层是最深的，也是全网呢最少有人讲的。人权这个词听起来普世抽象，放之四海皆准。但如果我们回到历史里去看它怎么形成的，我们就会发现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事啊，人权这个框架是在被建立的过程中就被刻意分裂成了两个，而这个分裂呢，决定了今天人权外交打哪和不打哪。之前呢，我们节目里聊过啊，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那份宣言其实相当全面，既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选举权这些政治权利，也有工作权、合理报酬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的这些经济社会权利。第23条里说，人人有权工作，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第24条里说，人人有权享受合理的工时限制和定期带薪休假。按照1948年那份宣言的精神啊，996就是公开的、明确的、白纸黑字的人权侵犯啊。但接下来呢，冷战开始了。到了1966年，联合国想把宣言变成有法律的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但美国说了，人权的核心就是政治权利、言论、选举、宗教自由。而苏联却说，人权的核心是经济社会的权利，工作、住房、医疗和教育。那最后呢，联合国做了个妥协，把一份宣言拆成了2份公约，一份叫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的 ICCPR， 一份呢叫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简称 ICESCR。 特别关键的一点啊，美国它签署了 ICCPR， 但从来没有正式批准过 ICESCR， 直到今天。意思是说，从国际法层面，美国官方从来不承认工作权、休息权、带薪休假权，这些是他需要承担义务的人权。所以当西方说人权的时候啊，默认指代的是 ICCPR， 也就是言论、信仰、选举、宗教、集会自由，而不是劳动权益。所以这些啊就对上了啊，西藏、新疆、香港这些议题呢，宗教自由、民主自觉、言论自由、选举权，这些啊精准的对应了 ICCPR 的核心条目。所以老美的人权问题啊，它是靶子打在哪，不是看哪里最严重，而是看它的瞄准镜上刻的是什么准星。而这个准星呢，它从1966年开始就被刻意刻成了绕开劳动议题的形状。于是呢，我们来到最后一层啊，这一层啊开始呢就会让有些人啊不舒服了。当我们把前面3层叠起来，利益冲突、左派转向、人权框架的历史设计时，它加在一起啊，描述的是一个事实：西方政府没有动机去推动中国的劳动权益。但更深的动机是，它不仅是没有动机，而是在这件事上存在着一个跨越意识形态隐形的默契。中国政府希望中国劳动力可以维持廉价、充沛、纪律性强的状态，因为啊，这是效率合法性的物质基石，是出口，是 GDP， 是就业的来源，是整个执政合法性的物质基础。而西方的资本也希望中国的劳动力维持廉价、充沛、纪律性强的状态，这是因为全球供应链的成本基础。它是苹果的利润率，它是沃尔玛的低价，它是西方消费者过去30年生活水平的隐形补贴。这两边的希望啊，指向了同一个现实。这时候呢，可能有朋友会问啊，既然你说他们那么有默契，那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大量的外企和订单从中国往东南亚跑呢？这不正说明他们的默契在瓦解吗？并不是啊。产业转移的核心驱动力呢，不是中国的劳动成本的上升。前面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个成本一直被系统性压得很好。真正的原因呢是不确定性。2022年的上海封城让所有的跨国企业第一次意识到，中国的生产线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政治性的命令关停。上海封了2个月，全球的汽车芯片供应链差点断裂。战狼外交让西方企业的政府关系部门头疼不已，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一个中国大使发推特骂你的总统。香港国安法让金融机构开始重新评估在中国的法律风险。贸易战和关税让所有的 CFO 都开始在 Excel 里面建了一个 China Risk 的单独例。大家请注意啊，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中国工人太贵了，恰恰相反，中国工人的性价比依然很高，而且几十年的大力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完整产业链基础。讲真啊，贵一点都没问题，但企业不怕贵，企业怕的是不可预测。所有产业转移不是默契的破裂，是默契之外的政治变量开始干扰了商业决策。而这恰恰说明了这个默契有多脆弱，它建立在一切照常的假设之上。而中国最近这几年呢，给了这个一切照常打了太多的折扣。2025年的数据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东南亚的采购审核需求同比暴涨了 42%，
越南涨了 12%， 泰国涨了 23%， 柬埔寨涨了 6%， 而中国的采购需求反而下降了 18%。 但请注意啊，这不代表中国工人的处境因此改善了，订单走了，工人的议价权并没有提高，反而可能更弱了，因为留下来的订单更少，但还是那么多人在抢。先回到东西方的这个默契本身啊，谁会希望打破它呢？我们呢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一天中国劳动者真的获得了充分的议价权，工资涨了，工时短了，工会呢也有牙了，劳动法每一条都被认真执行了，那会发生什么呢？中国有可能会朝着一个方向走，那就是高工资、高技能、高附加值、内需驱动的制造业强国。当然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还需要产业升级、职业教育升级、技术积累等一系列配套。但方向是这个方向，这听起来很好，对不对？但这样的中国对劳工来说意味什么？意味着效率合法性的逻辑被打破，工人和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迟早会变成工人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议价权一旦在劳动领域获得，很快就会向其他领域延伸，言论、组织、表达、政治参与、波兰团结工会的共识，他们读的肯定比任何人都熟。而这样的中国对西方资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廉价供应链没了， iPhone 的售价可能要翻倍，沃尔玛的低价模式也要塌了，过去30年里全球化的红利结构要重新洗牌。而更关键的是，出现了一个真正的产业升级版的富有竞争力的中国来直接抢市场。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啊，在中国劳动者维持现状这件事上，老共和西方的资本利益高度是一致的，他们从来没签过任何协议，在公开场合还经常互相骂得很难听，但他们的行为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共谋。老共负责对内，压制工会，放水劳动法，用文化包装吃苦代劳，打压独立劳工组织。而西方的资本负责对外，不施压，不立法，不动员，不让劳动议题进入主流人权议程，然后双方都说这是经济规律。被这个默契牺牲掉的是谁？是中国14亿人中的劳动者，当然了，顺便还包括了被全球化掏空的西方蓝领工人们。这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和西方的工人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中国工人在低工资里被困住，西方的工人在产业空心化里被甩出去，两边的工人都输了，真正赢的是两边的资本加上两边的政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10年美国的铁锈带的工人去投票给特朗普，英国工业区的工人会去投脱欧。他们不是变蠢了，是他们终于意识到，那个号称代表他们的主流政治和大洋彼岸压榨中国工人的那套体系其实呢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他们的反抗被引导了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的方向上，而不是劳工团结的方向上，因为后者是被西方系统的最深层的防御机制屏蔽掉的选项。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议题为什么西方不打中国劳动权益这张牌？表面上的答案呢，是因为利益冲突，西方企业的供应链建立在中国低劳动成本之上。而更深一层的答案是，因为西方政治光谱里已经没有任何力量真正关心工人这个范畴，左派转去做了身份政治，右派也从来不管。再深一层的答案是因为人权这个概念框架呢，在1966年就被冷战切成了两半，劳动权益这一项被归到了西方的人权词典之外。而最深一层的答案是，因为在中国劳动者维持现状这件事上，老共和西方的资本是事实上的共同默契者。打这张牌伤害的是老共的合法性，它也伤害了西方资本的利润，因为它受益的是中国工人，也是西方的工人。前者是两边权利都不愿付的代价，后者是两边权利都不愿看到的力量。所以更准确的说法不是西方不打这张牌，而是他们不需要打，因为他们已经赢了。所以最后打这张牌的从来不会是西方政府，也不会是任何外部力量，能打这张牌的就只有14亿人中劳动者他们自己。讲到这里老查呢必须做一个澄清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个什么全球资本主义的大阴谋，没有人在密室里开会，也没有人在签协议，这只是无数个独立的理性决策在长期演化中自然形成的一个稳定均衡。这也是动机系统论的魅力所在。每个西方政客都在做对自己选区有利的事，每个跨国公司的 CEO 都在做对股东有利的事，每个中国地方官员都在做对自己升迁有利的事，每个中国老板都在做对自己企业最有利的事。没有一个人是邪恶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做了理性的选择，但所有人加起来构成了一个让14亿人中劳动者困在原地的系统。这也是动机系统论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部分。最稳定的系统往往不是被设计出来的，是被无数的理性选择自动堆积出来的。
而要打破这套系统呢，靠的从来不是道德呼吁，也不是某一方的良心发现，靠的是系统内部某一方力量积累到足以打破平衡，而那个力量是必须从时势引人中自己当中长出来的。它不是西方给的，不是政府给的，它是劳动者自己一个一个、一次一次、一年一年重新建立所布的能力，那个能力叫做议价权。而且按照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始精神，劳动权益本来就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当年的冷战把它拆了出去。所以议价权的另一个名字不是老查我再重新定义什么，而是今天我们在还原它。没错，它原来的名字就叫做人权。好，到这里啊，这一集节目呢，我们基本上拆解就差不多啊。让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啊。第一呢，我们拆了中国工资低的真实原因，不是人多，是议价权弱，利润空间窄，制度底线呢被架空。一个河南超市老板，也就是庞东来啊，他的实验证明呢，中国不是没有能力给好的工资，是系统在惩罚这样做的商人。第二呢，我们解释了外企在中国为什么会有人权啊，加引号的人权，不是道德驱动，而是一个制度惯性。2025年的富士康最新调查呢，告诉我们，同一家公司在美国和中国可以长出可以说完全两张不同的脸。中国人追捧外企，追的呢不是高薪，而是它的那个确定性。第三呢，我们拆解了中国企业为什么不能像外企一样善待员工，它不是老板的心黑啊，是系统呢在惩罚善待员工的企业。从改革开放的隐含契约，到足底竞争的路径锁死，到劳动法的执行被 GDP 的考核也压制，再到工会的功能性缺失，再到文化层面的自我合理化，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闭环。而2025年开始出现的一些改善型号呢，动机不是因为人权的觉醒，而是因为呢人口的下降。第四呢，我们回答了西方为什么不打这张牌，因为子弹会穿透目标，打到他自己身上。把在大陆的产业转移呢，其实驱动力不是成本，而是政治的不确定性。虽然西方企业呢和中国市场的默契本身呢虽然脆弱，但呢还不至于被打破了。但老查最后还想强调一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是在为谁辩护也不是说西方批评中国是错的，更不是在说中国的劳动环境无所谓，恰恰相反。中国劳动者的处境呢，是一个真实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问题，它不会因为西方没资格批评就不存在，也不会因为经济在发展呢就自动解决了。所以这个系列的前面几章呢，我们讲了很多文化方面的东西而这一章呢，就是把东西方的那些系统逻辑真正落到了每个普通人身上的体感。可内卷的中国，它不是一个嘲讽，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描述。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劳动者真的获得了充分的议价权，工会真的能代表工人坐在谈判桌前，劳动法的每一条都被认真执行，那这个系统会变成什么样呢？经济会怎样？社会会怎样？权力结构又会怎样？这些问题老查呢暂时给不了答案，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值得讨论的人权问题。它并不是那些远在天边符号化的人人都能看得见的人权，它应该是你每天早上8点9点打卡，然后呢晚上呢9点10点11点甚至都不能回家的人权。更不应该是那些早上还和妻儿一起说要一起吃晚饭，但是晚上再也回不了家的那些父亲们。好，这一期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